印度为啥老是惦记着我们的西藏？作为中国南边最大的一个邻居，印度这些年来跟中国的关系实在不太友善，尤其是边境的相关问题上，印度可以说是时刻惦记着想要从中国南边的西藏咬下一块肉，甚至在为此多次付出惨痛教训的情况下，依旧死不悔改。这就让我们忍不住好奇，为什么印度会有这么多歪心思呢？事实上，想要明白这一切，只需要明白为什么西藏属于中国，便能一目了然。在讨论为什么西藏属于中国之前我们需要先搞清楚另外的一个问题，那就是什么是中国？关于这个话题，有不少专家学者都曾给出过自己的答案。例如，来自云南大学民族与社会学的方铁教授就认为，中国是包括汉族与少数民族在内的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所以，基于这个概念，不管是蒙古人建立的元朝也好，满族人建立的金朝也罢，还是其他的一些少数民族政权，如今我们都会将其列为中国历史的一部分。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西藏亦是这其中的一个。提到西藏，相信很多人一定会联想到它过往的一个名字，也就是吐蕃。作为在公元7世纪完成于西藏地区附近一个强大政权，吐蕃与中原文化的交流并不少，特别是在唐朝时期，文成、金城公主进藏，唐波、会盟都是今天依然被人们津津乐道的美谈。而也正是这个时期，吐蕃所代表的西藏文明开始向中原文明靠近。例如在白居易奉唐宪宗之旨拟写的一封书信里，就直接写道：国家与吐蕃代为旧生，日修邻好，虽曰两国，有同一家。这里一句虽曰两国，有同一家，便是唐朝与吐蕃特殊关系性质的最好表述。到了元朝时代，在基于前代的基础上，中国历史实现了更高水平的全国统一，而西藏也正是被纳入中原王朝的直接行政管辖之下。或许是由于同样出自少数民族政权的缘故，元朝统治者对边疆少数民族态度较为信任，甚至还以其作为协助元朝统治的力量。因此，客观来讲，元朝对少数民族文明融入中原文明是有卓越贡献的，而这种贡献也在后来也得到了很好的保留。明清两国都延续了元朝的少数民族政策，实现了对相关地区的长治久安。纵观历史来看，西藏变成中国的一部分，这个过程并不容易，可以说是十几代人、上千年的共同努力才促成了这一切的完成。而其中最为关键的便是中原文明对西藏文明由始至终的尊重。那么问题来了，既然西藏融入中国用了上千年，如今更是已成事实，印度干嘛要来撬中国的墙角呢？答案很简单，因为在印度的眼里，西藏实在是太容易得手了。之所以与其他少数民族地区不同，西藏融入中国的过程那么艰难，除了文化政治方面的问题以外，更为重要的莫过于地理上的隔绝。根据史料记载，在清朝时期，光是从成都出发前往西藏拉萨，哪怕在不迷路的情况之下，至少都需要经过将近3个月的路程。由此可见，在古代车马交通不便的情况下，中原与西藏之间虽然看起来近在咫尺，却真实的犹如天堑，用上千年才实现融合，显然就不足为奇了。相比较中国而言，尽管从表面上看，印度一样与西藏隔着天堑，一睹喜马拉雅山脉看着就遥不可攀，但实际上，印度去往西藏的道路却要容易很多。例如，同样是前往拉萨，如果从尼泊尔加德满都出发，仅只需要2周的时间，这使得在1949年之前，很多中国民众进入西藏时，往往都需要绕到印度。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花费数百亿修建了318、109国道，才改变了这一尴尬状况。所以，综上所述，如果仅基于地理因素考虑，上天显然更加偏袒印度。但历史事实却是西藏成为了中国的一部分，这里就不得不佩服中国人刻在骨子里那种人定胜天的精神属性。如今，印度人之所以惦记着西藏，说白了就是对这种历史事实的不甘心。毕竟，中国人要用上千年爬悬崖才能抵达的地方，自己只需要抬抬腿就可以到达，最终却不属于自己，在印度人的眼里肯定是吃了大亏。再加上一些对历史的误读，最终指引着印度人做出了错误的判断。我们都知道，印度在独立之前曾归属于英国管辖，在那个时候，英属印度实际上就已经开始对西藏动了歪心思。例如臭名昭著的麦克马洪线就是在那个时代的产物。到了1947年，印度终于彻底摆脱英国，实现完全独立。作为自诩的英属印度继承者，印度便自认为可以取得英国统治时期在西藏取得的一些所谓成绩。然而后来发生的一切我们便都知道了，新中国成立，西藏和平解放，印度人的幻想彻底破碎。再往后，印度人也想过模仿英国进行强取豪夺，和一场对应自卫反击战结束，印度人便只敢在边境上叫嚷，偷偷耍些小心思了。
历史上不占理，硬实力又拼不过，那么现在的印度天天盯着西藏，又是想要干什么呢？说白了，如今的印度就是想要把西藏当成一张制衡中国的牌。不得不说，印度人真的是一种很复杂的群体。1988年12月，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在访华时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印度政府不允许任何政治势力在印度从事有害中国和被视为干涉中国内政的政治活动。到了2003年，印度总理瓦杰帕伊又在访华期间与中国签订正式协议。在这份协议上，印度首次在西藏问题上明确表态，承认西藏自治区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从表面上看，印度的这些表态似乎在积极改善与中国关系，逐渐放弃了基于西藏的错误做法。但事实上，印度真的能够说到做到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现实告诉我们，别看谈合作、谈投资、谈钱的时候，印度人有多么乖巧，只要稍微不合他意，印度便会立马跟你翻脸。2016年，莫迪上台成为印度新一届总理，在他的手上，西藏问题逐渐变成了印度制衡中国的手段。在短短的1年时间里，莫迪政府就多次打破两国之间关于西藏的约定，甚至还公开怂恿美国驻印度大使前往藏南。毫无疑问，印度的种种做法都是严重侵犯中国底线的。那么，为什么印度要冒着得罪中国的风险这么做呢？因为在印度看来，这是他通向大国身份的必经之路。印度开国总理尼赫鲁曾公开表示，印度以他现在所处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么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就销声匿迹。因此，在后续的几十年发展中，印度一直试图提高自己的国际地位，最典型的例子便是5次申请入常，而西藏问题恰好是能够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我们都知道，在古代，印度只是一个地理概念，直到英国殖民者到来，印度才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所以，这就使得印度理所当然地认为，南亚地区在文化上属于自己的势力范围。基于这点，由于西藏的藏传佛教也源自印度，印度的种姓制度也曾对西藏有一定的影响，因此西藏也被印度看成了自己文化的一部分，甚至说是一种骄傲。如今，在综合国力上看，中印两国是存在较大悬殊差距的，这使得印度无法在战略竞争上战胜中国。于是，面对这样的局面，印度便想要另辟蹊径，在外交策略上着手，战术性的塑造多个问题，开展问题外交，进而与中国抗争。再加上西藏问题过于复杂，既可以给中国找麻烦，又可以吸引国际社会的关注，最终便使得印度紧抓住西藏不放。但印度做了这么多，真的能够实现自己想要的一切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首先，尽管印度再怎么不愿意承认，在现在印度的发展中，中国都是不可或缺的存在。美国虽然强大，但毕竟距离太远，如果印度执意舍近求远，只会让印度陷入战略迷失的尴尬处境当中。其次，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会尽一切力量来维护自己的领土与主权完整。印度如果继续执迷不悟下去，到头来只能是害人终害己。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这2年印度的态度实际上是有所缓和的。尽管两国在边境问题上依然没有达成完整的共识，但是只要中国能够保持着战略定力，就能灵活应对印度打出的西藏牌。自讨没趣的印度如果还是不肯放手，结果只能是引火烧身。中国如此不遗余力地援助巴基斯坦，他们为什么还是那么穷？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投入了大量资源和精力援助巴基斯坦，从基础设施建设到能源项目，双边合作可谓是硕果累累。然而，尽管中国的帮助不遗余力，巴基斯坦的经济状况却始终不见起色，贫困问题依然严峻。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现象？事实上，造成巴基斯坦经济难以改善的背后是3个根深蒂固的穷因。中国与巴基斯坦的关系素来被称为铁哥们儿，这种友谊不仅体现在两国的政治互信上，更落实在具体的经济援助与合作项目中。从道路到能源，中国对巴基斯坦的援助几乎覆盖了所有关键领域。例如，瓜达尔港的建设就是一个显著的案例。中国不仅帮助建设了港口的基础设施，还协助完善了周边的交通网络，打造了一条贯穿巴基斯坦南北的现代化运输大动脉。这一举措不仅使巴基斯坦在全球贸易中占据了更为有利的位置，也为当地创造了数万个就业机会。然而，尽管中国对巴基斯坦的援助不遗余力，涉及领域广泛且影响深远，但巴基斯坦依然未能走出贫困的阴影。这背后主要是由于巴基斯坦的穷因。巴基斯坦的经济发展长期受到外部环境的巨大挑战，使得这个国家难以真正专注于经济建设，是这个国家的第一个穷因。
印巴关系的紧张是巴基斯坦外部环境中的一个关键因素。这两个拥有核武器的邻国自1947年分治以来，已经多次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爆发冲突。每一次边境的军事对峙和冲突不仅消耗了巴基斯坦大量的军事资源，也给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为了应对印度的威胁，巴基斯坦不得不将大量财政预算投入到国防开支中，军费开支在巴基斯坦的国家预算中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这种军事优先的政策使得原本有限的国家资源无法集中于经济建设，进一步加剧了其经济困境。同时，阿富汗局势的持续动荡对巴基斯坦的安全和经济也构成了严峻的挑战。巴基斯坦与阿富汗有着漫长的边界线，而阿富汗多年来的战争和内乱导致大量难民涌入巴基斯坦，这不仅增加了巴基斯坦的社会负担，也对其国内经济造成了巨大压力。综合来看，巴基斯坦所处的外部环境极为复杂且充满挑战。这些外部威胁不仅直接影响到国家的安全和稳定，也间接阻碍了其经济发展的进程。巴基斯坦的内部政治斗争犹如一场无休止的戏剧，深深地影响了国家的发展轨迹，成为这个国家难以回避的琼因。自从1947年独立以来，这个国家就一直在军政府与民选政府之间反复摇摆，每一次政权更迭都伴随着经济政策的剧烈变化和社会的不安定。在巴基斯坦的历史中，军方一直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强大力量。多次军事政变让军方在国家政治中占据了重要位置，甚至在一些时期直接掌控国家政权。频繁的政权更替使得每一届政府都难以施展宏图，经济政策常常半途而废，改革措施无法持续推进。同时，巴基斯坦的政党政治也极具分裂性和对抗性，主要政党之间的矛盾尖锐，不仅彼此攻讦，还经常通过不正当手段打击对手。这样的政治环境导致国家的政策制定和实施难以形成共识，政府无法集中精力应对经济和社会问题。各党派为了各自的利益，将大量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政治斗争中，而非为国家的长远发展考虑。政策的不连贯和不稳定，使得巴基斯坦的经济环境充满了不确定性，严重打击了投资者的信心。此外，巴基斯坦的地方政治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由于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政治利益的不同，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间的矛盾时有发生。这种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博弈，导致许多重要的经济和基础设施项目在执行过程中遇到阻碍。宗教因素在巴基斯坦的政治斗争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作为一个伊斯兰共和国，巴基斯坦的政治环境深受宗教影响，宗教派别之间的分歧和冲突时常演变成政治斗争的工具。为了平衡各方利益，政府往往采取妥协态度，这导致了一些急需的经济改革难以真正落实。所有这些政治纷争所带来的不确定性，成为了制约巴基斯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一个国家的繁荣需要有稳定的政治环境和持续的政策支持。然而，巴基斯坦长期以来的内部政治斗争导致了国家发展目标的迷失，使得经济政策无法有效实施。正是这种政治上的混乱和不安定，使得巴基斯坦在获得大量外部援助的情况下，仍然未能实现经济的腾飞和社会的进步。要走出贫困的困境，巴基斯坦必须首先解决其内部的政治问题，为国家的发展创造一个更加稳定和可持续的环境。巴基斯坦的贫困问题并不仅仅是由于外部威胁和内部政治斗争造成的，更深层次的原因还是在于其社会经济结构存在的严重缺陷。这些结构性问题，如基础设施薄弱、教育水平低下、人口增长过快以及资源分配不均，使得巴基斯坦难以建立起一个高效且包容的经济体系。这些问题交织在一起，使得贫困成为一个长期存在的顽疾。基础设施的不足一直是巴基斯坦经济发展的一个重大瓶颈。尽管有外部援助和投资，尤其是来自中国的支持，但巴基斯坦的基础设施建设仍然远远落后于需求。这种不足不仅表现在公路、铁路和港口等交通网络上，也体现在电力供应、水资源管理等基本服务方面。基础设施的欠缺直接影响了经济活动的效率，使得生产成本高企，企业难以扩展。尤其是在偏远地区，基础设施的落后更是导致经济机会匮乏，地区发展极为不平衡。教育和技能培训的缺乏是巴基斯坦贫困问题的另一大根源。尽管政府和社会各界在教育领域付出了很多努力，但整体教育水平仍然偏低。许多学校设施简陋，教学质量参差不齐，大量年轻人未能接受到足够的教育。由于缺乏必要的技能和知识，许多年轻人只能从事低附加值的工作，难以进入高科技或创新性行业。这种人才匮乏不仅限制了巴基斯坦经济的多样化，也严重影响了国家的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此外，巴基斯坦的人口增长速度也是其经济发展面临的巨大挑战之一。
快速的人口增长带来了沉重的社会和经济压力，尤其是在一个资源相对有限的国家，人口的迅速增加需要更多的食物、住房、教育和医疗资源，而这些资源的供应往往无法跟上需求的步伐。这种供需失衡加剧了社会的贫困现象，也使得政府在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上的压力倍增。资源分配不均也是巴基斯坦贫困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在这个国家，经济资源和财富的分配极不均衡，一小部分富裕阶层掌握了大部分的资源和财富，而绝大多数普通民众则难以获得必要的经济机会和社会福利。这种不平等加剧了社会的分化，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贫困人口由于缺乏机会，难以改变自身的经济状况，而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又进一步阻碍了经济的包容性发展。面对这些复杂而深刻的结构性问题，巴基斯坦要想真正摆脱贫困，必须进行深刻的社会经济改革。只有通过改善基础设施、提升教育水平、控制人口增长、促进资源的公平分配，才能为全体国民创造更多的经济机会，推动国家走向更加繁荣的未来。巴基斯坦的贫困问题并非一朝一夕能够解决，但正是这些根本性的问题，才是找到解决之道的第一步。